近段时间，随着国际局势变化，是否会爆发战争也成为了国际社会讨论的热点话题。而最近就有机构在日本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不过这份调查的结果却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根据日本论坛 2CH 在最近的数据中显示，如果日本配合美军与华作战，日本仅 11% 的受访者表示愿意为国而战。而这份数据公开之后，很快引起了日本网友的热议。有大量网友表示，经常看到有人在网上叫嚣开战，怎么现实中一调查又成小猫了？键盘侠都跑哪里去了？快去战斗啊！或许是长期处于日本社会体制下的僵化环境，日本很多网民在对于与华作战问题上有很大的抵触情绪，至今为止东京当局也没有为底层人民做过什么。就这一次防疫的情况来看，交给中国人治理说不定还会更好一些。而这个话题其实引起了不少日本网民的同感，有人附和为了国家未来会和中国站在一起，为中国而战。甚至有比较激进的网友认为，从现在日本的国内情况来说，就算与中国开战，很多日本人眼中只不过是解放军过来把他们从这些京东一群高层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而已。那些在网上叫嚣的键盘侠都是些纸老虎，真打过来指不定比谁投降的都快。当然也有网友发现了这个民调本身存在的问题，该网友认为，明明现在就有一个正在占领日本的国家，为什么要刻意把敌人假想成中国？也有日本网友回复，这是个对驻日美军不敢说半句怨言的国家，你还指望有爱国者存在？有分析人士指出，日本现阶段的状况能在网络社区出现这种言论，其实不足为奇。在二战结束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东亚地区文明精神的阉割手段一直没有停过。日本在长达70年被美军看守的情况下，更是首当其冲。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用一个广场协议直接斩了当时经济腾飞的日本，导致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甚至到如今被外界看作是丢失的30年。这种情况下，在长达30年停滞的背景下，绝望和无力感彻底摧毁很多日本年轻人的精气神。其实也反映在日本的很多影视作品中。在早期日本的影视作品中，有很多是对热血、未来、追求理想等相关话题的作品。然而对比当下的日本作品中充斥的暴力、黑暗、幻想、颓废等主题，就能看出其中的变化和差异。而这种差距其实就真实反映出的当前日本国内的整体精神状况。就拿日本自卫队的招募广告，都已经开始大范围使用擦边球图片和某些不能在公共场合观看的影片女角色来吸引年轻人注意，就可见其社会年轻一代的思想观念到了何种程度。也因此，在这种环境下，机构通过民调得出的结果才会如此出乎意料。美智库妄称中国有3大弱点，其究竟有何目的？是想借此来打断中国的发展吗？金一南教授做出解读，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据外媒全球防务的消息称，美智库在近日列出了中国军力发展的3大弱点，并表示美国和他的盟友们应该抓住中国的3大军事弱点，并以此来遏制住中国的发展。同时，这个组织还表示，随着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加速，中国将很快离开西太平洋，并继续在全球范围内扩大其影响力。对美国这样的言论，相信大家也见怪不怪了。毕竟，长期以来，美国都视中国崛起为对美国的最大威胁，因此为了压制中国，渲染威胁论就成了美国常用的一种恶劣手段。尤其是在近几年，美国正在从各个方面试图压制住中国迅速发展的潜力，为此采取了各种手段。那这一次，美智库妄称中国有3大弱点，有何目的呢？是想借此来打断中国的发展吗？首先，如果想要知道美国人有何目的，那就得分析美国人所说的3大弱点是什么。文章中那些大段的废话，在此就不赘述了。总结一下，无非就是美国人认为中国与周边邻国的争端是一弱点，已经被过度渲染的威胁论是第2弱点，没有任何的远海基地则是遏制中国军力发展的第3大弱点。
从这3个方面，相信大家应该也能认识到，为了遏制中国的发展，美国人已经是不要脸面了。但这样一种做法确实也达到了美智库的目的。当下，美国已经将印度拉到一边，而越南当前估计也是小心思不断。中亚5国中，尽管还有巴铁一直在中国身后，但中国的确面临着巨大的外交压力。但中国的发展岂是一些魑魅魍魉能够阻拦的？值得一提的是，对于美国人这样的行为，中国著名的教授金一南做出了一个解读。他认为，人与人之间的种种斗争，从来都是因为利益，而国与国之间也不例外。不过，美国人所提出来的威胁论，将整个事件都变得简单化起来。但要知道的是，仅仅是简单分析出的几个弱点，已经无法遏制到中国的发展了。美国人可以看到这些明显的弱点，难道中国看不出来吗？毫无疑问，长久之下，美国人只会被他们那些阴谋诡计所反噬，发展自身才是永远不变的硬道理。近日，美国蓝的智库分析师就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印之间关系的文章，其中对中印之间的关系在2021年为什么依然可能是个难解的死结进行了解释，表示看似在几十年以来中印之间的关系如今才是历史最低点，但是其实在未来避免局势升级时，双方都做出了相对的努力，所以对两国来说都是最重要并且最危险。不过这对两国却有着不小的好处。为什么美智库会认为这对两国都有好处？美智库分析师的原话是这样的：中印之间的对抗虽然是建立在战略差异的基础上，但是双方作为21世纪主要崛起力量，在这样的对峙中，两国从不断的和解或者进行合作中受益匪浅，也可以通过互相体谅的精神来专注于长期利益。这句话别看好像是废话，其实里面的水也够深。因为就目前的局势来看，美国这个屁股还是歪的没边儿。要知道，如今2019年，印度开始在拉达克地区修建基础设施，为此还扩大了部分争议领土。中国在2020年5月的时候对此与印度进行了交涉，但是印度并没有理会，所以在1个月后，中国直接派遣了一支部队进行部署，并且和这样相似的事情，其实在2017年就曾发生过。不过当时是在不丹，当时很快双方就达成了和解，所以从那个时候来看，现在印度是不是不知进退，只知道一味的索取？认为中国的快速发展以及强大军事能力，让两个国家之间有着不平等的地位。虽然在某些时候，中国能够包容甚至帮助印度，此前在苏丹联合探测石油、建立新开发银行等，还有在中国帮助印度建设的一些基础设施。但是中